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三伏天的南方，室外像个大蒸笼。为了贪图凉快，很多老人家整天躲在冷气开得极足的房间里，结果却落下一个毛病：反反复复的咳嗽，喉咙里总有吐不完的白痰。绝大多数人都会以为这是肺出了问题，买点润肺止咳的药吃就算了。但如果您这么想，那您的身体正在悄悄走向破产。如果您仔细去请教真正懂行的老中医，甚至去翻阅一下像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这样年近100岁依然思维敏捷、精力充沛的顶级富豪的养生之道，您会听到一个极其反常识的警告：这种一吹空调就吐不完的痰，在医学上叫做痰湿，这是身体发出的一级红色警报。这就好比一家公司表面上看着还在运转，但内部已经堆满了还不清的烂账。今天我们就用李嘉诚先生纵横商海几十年的危机前置智慧，来为您彻底拆解这口吐不完的痰背后的医学真相，顺便再教您如何用一味最平平无奇的食材，也就是茯苓，像大富豪清理不良资产一样，把体内的病根连根拔起。如果您或者您的父母最近也总是觉得喉咙不清爽，早上起来咳得厉害，请一定耐心看完这条视频。准备好给您的身体做一次彻底的资产盘点了吗？我们要拆解的第一个医学真相，就是很多老年人一直深信不疑的尝试，咳嗽就是肺病。很多老人家一到夏天，只要天气转阴，或者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咳嗽就会加重。这种咳嗽不是那种干咳，而是喉咙里呼噜呼噜作响，总觉得有一口痰卡在那里，咳不干净，吐出来的痰往往是白色的、粘稠的，甚至带有泡沫。尤其是早上起床的第一口痰，数量最多。为什么会这样？中医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翻译一下，人体的脾胃就像是一个国家的交通运输局和财务部，负责把吃进去的食物和喝进去的水转化成有用的气血，运送到全身各处。但是老年人本来脾胃功能就弱，就像一台运转了70、80年的老机器，动力已经不足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您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吹着冷风，吃着生冷的水果，这股外来的寒气就会直接冻住您的脾胃。脾胃一旦受寒罢工，它运化不动的水液就会停滞在体内。这些停滞的废水在中医里就叫做湿气。湿气长期聚集在一起，慢慢熬煮，就会变成粘稠的痰。这些痰在脾胃里待不住，就会顺着经络往上走，最后全堵在肺里。所以您看，肺只是一个装痰的垃圾桶，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已经丧失了运化能力的脾胃。这就是中医常说的痰湿犯肺。如果您只知道去治肺、去止咳，而不去健脾祛湿，那就相当于屋顶漏水了。您不去修屋顶，却天天在屋里拿盆接水，这水永远也接不完。很多老年人在三伏天贪恋空调房的凉爽，这就如同许多企业在经济繁荣期贪恋那些轻易就能借到的廉价资金和虚假繁荣。空调冷气就是那种让人麻痹的顺境。在冷气房里，您觉得很舒服、很安逸，但这是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透支。当您在贪图这份凉爽时，您体内的脾胃正在默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湿气一点一滴的在体内累积。这就像是一家企业为了追求短期的规模扩张，盲目借债，报表上堆满了劣质资产。当湿气最终变成痰堵塞在肺里，让您整日咳嗽喘不上气的时候，就如同企业的资金链断裂，那些平时被掩盖的坏账集中爆发了。对于我们普通人，尤其是老年人而言，您的脾胃就是您身体最核心的现金流。
保护脾胃，不让它受寒，不让湿气侵入，就是在为您生命的寒冬储备抗风险的能力。真正的富人从不冒他们输不起的险，真正懂得养生的人从不为了片刻的凉爽去透支自己晚年的健康底子。看到这里，您应该明白了，那口吐不完的白痰其实是身体在抗议，是脾胃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失去一个客户，损失的只是钱，但失去脾胃的运化能力，损失的将是您的寿命。但是痰湿犯肺仅仅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而已。当这股湿气在体内肆虐时，它还会攻击您的四肢，侵蚀您的大肠。您可以现在回想一下，您最近早上起床时，会不会觉得身体特别沉重，像裹了一条湿棉被？您上厕所的时候，大便是不是总粘在马桶上冲不干净？如果有，请在评论区打出脾胃虚弱4个字，算是给自己的健康提个醒。因为在下一章，我们将继续用顶级的商业视角为您拆解体内湿气重的另外3个致命特征。这3个特征就像是企业老化走向衰败的3个绝对信号，一旦全部命中，后果不堪设想。在商业世界里，像李嘉诚先生这样的顶级企业家，每天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查看公司的核心财务报表，他们绝不允许账面上存在任何未知的风险隐患。李先生曾告诫过后辈，生意场上最可怕的不是亏损，而是你连自己到底在哪里亏钱都不知道。这种定期盘点的智慧，完全可以平移到老年人的日常养生中。当脾胃受寒，湿邪在体内四处游走时，它会像毒药一样慢慢侵蚀您身体的资产负债表。如果您不知道该怎么给身体做体检，不妨对照以下这3个最为典型也最致命的湿气重特征。一旦全中，说明您体内的财务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大力整顿的时刻。第一个危险信号是湿性重浊。很多老人家一到了3伏天的早晨，明明睡了一整夜，起床后却感觉浑身发沉，四肢像灌了铅一样抬不动，头也蒙蒙的，就像紧紧戴了一顶帽子。平时人总是懒洋洋的不想动，吃完饭就想躺着，要是碰上阴雨天气，这种沉重昏沉的感觉还会成倍加重。为什么会这样？老中医会告诉您，湿邪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浊黏3个字。当湿气大量积聚在体内时，它会阻碍身体气血的正常运行。中医里有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叫清阳升不上去，浊阴降不下来。意思是说，好的轻盈的能量攻不到头脑，而重浊的废气的垃圾又排不出体外，人自然整天昏昏沉沉。我们用商业的眼光来看，这种状态像极了那些患上了大企业病的公司。当一家公司机构变得臃肿，部门之间互相推诿，员工每天浑浑噩噩时，他就失去了对市场的敏锐度。傲慢与迟钝是摧毁一个商业帝国的开始，也是压垮健康底子的第一根稻草。对于老年来说，身体的重浊就是健康敏锐度丧失的表现。您失去了对饥饱的敏感，失去了对活力的掌控。当您觉得抬腿都很费力时，其实是体内的浊阴已经严重超标，压得您的基本盘喘不过气来了。第二个最直观的自查信号，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去照照镜子，看看您的舌头。如果您发现自己的舌体看起来很胖大，舌头的2边还有一圈牙齿压出来的印子，也就是齿痕，并且舌面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白苔或者黄苔，黏糊糊的，就像铺了一层奶油一样，那您就要高度警惕了。在传统医学看来，舌苔就是脾胃的一面镜子，脾胃运化好不好，看舌苔一目了然。很多时候，人们看到舌头胖大，会误以为是自己营养好，在商界这叫做虚胖。有的企业看似盘子铺得很大，
到处投资，但一查账面，核心业务全在亏钱，现金流随时断裂，舌体胖大伴随厚腻的舌苔，就是身体的虚假繁荣。看着体格健壮，实际上脾胃虚弱到了极点，体内堆满了无法消化的水湿垃圾。李嘉诚先生之所以能稳健发展几十年，核心就在于他不追求表面的大，而是追求内核的实。做人也是一样，真正的健康不是看您有多胖，吃得有多好，而是看您的脾胃这面镜子是否干净清爽。如果每天早晨镜子里的舌苔都像铺了奶油一样厚重，您就该明白，您的身体并没有吸收营养，而是在盲目囤积垃圾。最后一个危险信号，往往让人有些难以启齿，但却最为致命，那就是湿住大肠。很多体内有湿气的老人，上厕所时会发现大便总是不成形，软塌塌的。最要命的是，它会死死地粘在马桶壁上，按好几次冲水键都冲不干净，而且上完厕所后总觉得没排尽，肚子里还憋着东西。医生提醒，舌苔厚腻和大便黏腻是湿气最直观的两个信号灯，只要占了其中一样，就100%说明体内有湿气了。大便黏腻在商业逻辑里对应着什么？它就是那些甩也甩不掉的劣质资产和无效社交。在顺境中，人们总喜欢结交各种朋友，做各种复杂的项目，但当危机来临时，那些烂尾的项目、还不上的坏账、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世故，就会像粘在马桶上的大便一样，成为您最沉重的负担。排泄系统是人体的资产处置中心，当大肠被湿邪困住时，您的身体就丧失了果断清理垃圾的能力，拖泥带水，尾大不掉。这在商战中是兵家大忌，在养生中更是百病之源。一个连体内垃圾都无法痛快排出的身体，怎么可能抵御未来的岁月风霜？如果您在这3个特征中已经中了1条甚至多条，早起身体沉重，舌苔厚腻有齿痕，大便黏糊冲不干净，那么请停止您的侥幸心理。您的脾胃已经发出了严重的信用警告。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为您揭开中医里真正的高手是如何化解这些顽固湿气的。为什么同样是祛湿，懂行的老中医和广东的老人家们极少单独使用见效快但性寒的薏米，而是独家偏爱一种平平无奇的食材茯苓？这背后藏着一套不赚最后一个铜板，不吃最寒凉猛药的顶级长寿智慧。如果您去问任何一个注重养生的广东老街坊，或者去请教真正顶尖的中医，他们都会给您一个极其反常识的建议：如果您脾胃虚弱，千万不要长期单独吃薏米。为什么？今天我们就用李嘉诚先生纵横商海的纪律思维来为您拆解这背后的医学真相。在普通人的认知里，薏米能利水消肿，祛湿效果立竿见影。但很多老人家喝了一段时间后，湿气不但没除干净，反而越来越没精神，甚至连胃口都变差了。核心原因在于2个字：性寒。中医认为，薏米虽然排湿快，但它的本性是偏寒凉的。我们前面刚讲过，老年人之所以会痰湿犯肺，根源就在于脾胃虚弱，脾胃受寒。脾胃就像是人体的核心资产，它最怕的就是寒冷。如果老年人为了追求快速排湿，长期单独食用性寒的薏米，就等同于在本来就已经冻僵的脾胃上又狠狠地泼了一盆冰水。这不仅是越吃越虚，更是彻彻底底的杀鸡取卵。我们把视角拉回到商业世界，李嘉诚先生在商界有一个极为出名的原则：不赚最后一个铜板。面对那些看似来钱极快、收益极高，但底层逻辑建立在高杠杆和高风险上的项目，他向来是避而远之的。用寒凉的猛药去祛湿，就像是企业遇到了危机时，不去踏踏实实的恢复主营业务的造血能力，
反而去借高息过桥贷款。表面的水分债务看似暂时被抽干了，但企业的核心信用脾胃已经被彻底摧毁。这种聪明是致命的，真正的富豪从不冒这种有可能输掉基本盘的险。既然薏米不能单独挑大梁，那有没有一种既能清理体内坏账，又能保全核心资产的完美解药呢？有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三福养生发布会上曾明确介绍过，虽然茯苓、山药、薏米、赤小豆都是推荐的健脾化湿食材，但在这其中，因为茯苓的性味最为平和，它是最适合老年人长期调理的。如果只能选一样，茯苓绝对是港台地区老年人的祛湿首选，没有任何其他食材可以替代。为什么偏偏是看似平平无奇的茯苓？它的无可替代性，恰恰与顶级富豪守护财富的底层逻辑高度吻合。茯苓拥有3大绝技，招招都切中要害。第一，性平不偏寒，稳住基本盘。与薏米的寒性不同，茯苓最大的特点就是性平，它不寒也不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论您是阳虚怕冷的老人，还是阴虚火旺的老人，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吃。它就像是企业账面上那笔最安全、流动性最好的现金流。它不追求高额的利息快速见效，但它绝对安全，绝不会反噬您的身体。第二，肾湿加健脾双管齐下，既清坏账又造心血。很多人不知道，茯苓在体内发挥作用是分2步走的。它一边发挥渗湿的功效，把体内的湿气排出去，清理烂账；另一边，它又能发挥健脾的功效，把脾胃的功能慢慢补起来，恢复造血能力。它不是简单粗暴地把水抽干，而是从根源上减少湿气的生成，这才是真正高明的企业重组方案。第三，宁心安神，提供度过危机的定力。老年人在炎热的3伏天，普遍存在睡眠不好的问题。人在心浮气躁、休息不够的时候，身体的免疫力会进一步崩塌。茯苓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效，就是宁心安神。它在为您去除湿气的同时，还能帮您改善睡眠。这也是为什么在广东、香港地区，老人们煲老火汤时最常用也最熟悉的就是茯苓。在商业危机中，老板最需要的就是睡眠和冷静的头脑。李先生常说，即便天塌下来，他也能倒头就睡，因为他的抽屉里永远留着足够的备用金。茯苓就是您身体里的这笔备用金，它给您底气，给您安眠。在养生这件事情上，老年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贪凉、贪快、贪多。遇到一点小毛病，就想去吃昂贵的补品，或者吃药效极其猛烈的西药。但真正的长寿之道，往往藏在克制与手镯里。茯苓的味道很淡，没有参茸的霸气，没有黄连的苦口，它就是一种生长在松树根部的菌类，默默无闻，平淡无奇。但正是这种平平无奇，暗合了中国哲学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至高境界。它不急功近利，而是靠着日复一日的温和渗透，一点一滴的重塑您的健康底座。明白了为什么必须是茯苓，您可能马上会问，那茯苓到底应该怎么吃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呢？是不是直接煮水喝就行了？当然不是。在讲究配伍的中医里，孤军奋战永远比不上团队作战。今天我们就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思路，结合港台老人家最熟悉的饮食习惯，为您拆解3个堪称黄金组合的茯苓日常食疗方。第一款是治标又治本的危机公关。茯苓加陈皮，适用人群是咳嗽痰多、痰白粘稠、感觉胸口闷、没胃口的老人。如果您正处在前面我们提到的痰湿犯肺阶段，
每天早上起来喉咙里总是呼噜呼噜，有吐不完的白痰。这就好比您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公关危机，此时单靠茯苓去慢慢健脾，速度就太慢了。您需要一位能迅速平息表面风波的急救专员，那就是陈皮。在广东，陈皮被誉为港式老火汤的灵魂食材，几乎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备着。从药理上看，茯苓的功效是健脾渗湿，它负责在底层清理生痰的源头，这叫治本；而陈皮的功效是理气化痰，它能像一把锋利的扫帚，直接把堵在肺里、喉咙里的那些顽固老痰给化解掉，这叫治标。一个从根上断掉痰源，一个直接解决眼前的麻烦，两者结合，就是应对痰湿咳嗽最顶级的黄金搭档。具体配方是：准备茯苓15克，加上一小片陈皮大约3克，搭配一点瘦肉或者排骨，放进砂锅里，用小火慢慢炖上40分钟。如果不爱喝肉汤，直接把这2样东西放在一起煮水，当成茶来喝也可以。这就像企业在处理债务危机时，既要借新债还旧债来维持眼前的现金流不断裂陈皮化痰，又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内部管理，恢复自身的造血能力。茯苓健脾，只有标本兼治，才是化解危机的万全之策。第二款是定投健康的指数基金，茯苓加山药加炒薏米，适用人群是浑身沉重、没有力气、大便连马桶、舌苔厚腻、整体湿气很重的老人。如果您虽然没有严重的咳嗽，但每天都觉得身体像裹了湿棉被，人非常乏力，大便也不成形，那说明您体内的不良资产已经弥漫到了全身。这时候您需要的是一份长期温和、绝不伤本金的健康定投计划。这个方子就是广东地区茶楼里最常见的祛湿粥的底子。这里面有3个主角，茯苓负责渗湿，山药负责健脾，薏米负责利水，3味药合在一起，一边扶持脾胃的正气，一边把体内的湿气排出去。请千万注意一个核心细节，这里的薏米必须是炒过的。我们上一章说过，生薏米性寒，容易伤脾胃，但是把薏米放在铁锅里微微炒黄之后，它的寒性就被大大减弱了，变得非常温和，这就变得非常适合老年人长期食用了。配方是茯苓15克，一段新鲜的铁棍山药，加上20克的炒薏米，把这些食材提前泡好，然后和日常吃的大米一起放进锅里煮粥。老人家最好在早餐的时候吃，如果想丰富一点口味，可以学学港式粥铺，加一点瑶柱或者皮蛋瘦肉进去。李先生曾有一句名言：我从不做5年内就能看到结果的生意。财富的积累需要时间，身体的调理更需要耐心。这碗祛湿粥药性极其温和，绝不是那种吃一顿就能让您立刻生龙活虎的猛药。等不了的人永远种不出大树，熬不住的人永远喝不到好汤。第3款是逆向储备的破冰船，茯苓加生姜加红枣，适用人群是贪凉吹空调后咳嗽加重，平时手脚冰凉怕冷，咳出的痰是白色稀薄泡沫状的老人，这属于典型的偏寒湿型体质。3伏天外面是30几度的高温，但在很多老人的家里、商场里，空调冷风却开得呼呼作响。对于这类在冷气房里冻出来的寒湿，光靠排湿已经不够了，必须要动用暖阳的力量。在这个方子里，茯苓依然坚守岗位，负责祛湿，而生姜则是用来温阳散寒的，红枣则是用来补气养血的。这3味食材搭配在一起，不仅要把身体里的水排出去，更要在您虚寒的脾胃里升起一团火，把那些寒气彻底逼退。配方是茯苓15克，生姜3片，去核的红枣3颗，把它们加水一起煮上20分钟。这个就相当于港台地区常见的姜枣茶的升级版。
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暖身茶最好在上午喝，千万不要放到下午甚至晚上喝。中医讲究顺应天时，上午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借着姜枣的力量顺势而为，晚上阳气要收敛，再喝姜汤反而会让人兴奋，睡不着觉。在商业周期中，当整个大环境都处于寒冬，市场极度悲观，资本疯狂撤退时，李嘉诚先生绝不会跟着大家一起恐慌，他会用早就储备好的现金流去收购那些被低估的优质资产。这碗暖身汤就是您身体的逆向储备。当外面的空调冷风试图冻僵您的气血时，您用生姜和红枣保住了内心的热力，您保住了阳气，也就保住了在寒冬中生存下来的底牌。3个方子，3种策略，总有一款适合现在正在看视频的您。但是，任何一家能够穿越100年周期的伟大企业，除了懂得赚钱和投资，更懂得最关键的2个字：风控。李先生一生最核心的成功秘诀，其实就是知止。他永远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绝不碰超出认知和底线的风险。在健康管理这条路上，同样有着一条绝对不能逾越的医学红线。虽然3伏天是中医里所说的冬病夏治的绝佳时机，但很多老年人容易陷入一个极端，迷信食疗，排斥现代正规医疗。医生特别提醒，老年人祛湿一定要温和，切忌又急又猛。更重要的是，食疗永远只是辅助手段，它不能替代正规的医疗干预。请您务必记住以下几个危险指标。如果您发现自己的咳嗽持续了超过2周依然没有好转，或者咳出的痰不再是白色的泡沫，而是变成了黄色，甚至带有血丝，又或者在咳嗽的同时，您还伴随着发烧、胸口闷痛、气短、喘不上气等症状，一旦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请立刻停止您厨房里的任何食疗尝试，马上去医院的呼吸科就诊。这时候，您要排除的就不是简单的湿气了，而是必须通过现代医学手段来排查是否患上了肺炎、慢阻肺，甚至是更严重的器质性病变。这就像企业管理中的危机应对，当公司只是出现资金流转不畅、白谈年利时，您可以通过内部重组、缩减开支、喝茯苓汤健脾来慢慢恢复元气。但如果公司的核心业务已经全面瘫痪，面临法律诉讼咳血，高烧时您再去搞什么企业文化建设、员工心态培训、迷信食疗，那就等同于自杀。专业的事情必须在关键时刻交给专业的机构去处理，这是保住基本盘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绝大多数只是脾胃虚寒、有轻微痰湿的老年人来说，3伏天绝对是把这些陈年旧账清一清的好时机。趁着外界环境阳气最旺盛的时候，用茯苓、陈皮、生姜这些温和的食材，顺应天时地去调理，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核心原则依然是那4个字：别急，别猛。您的脾胃虚弱不是一天造成的，那是几十年吃生冷食物、吹空调、冷风积累下来的坏账。想要用几碗汤就在几天内把湿气排干，这种贪求速度的心理违背了身体的自然规律。就像投资大师们常说的，慢慢变富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养生也是如此，慢慢变健康也是最难的。茯苓的药性那么平缓，就是为了让您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完成重塑，不急而速才是最高级的长期主义。不要为了短期的表面凉爽，去透支明天的健康底气。盘点到这里，我们为您做个极简的总结：身体的湿气靠茯苓健脾来化解，人生的危机靠纪律和克俭来抵御。不赚最后一个铜板，不吃最寒凉的猛药，
回到我们开头说的那个场景，在冷气十足的房间里，那口吐不完的白痰，其实正是身体在破产前向您发出的最后通牒。不要等到咳出血了才想起找医生，不要等到企业倒闭了才想起看财务报表，在天晴的时候修屋顶，在没生病的时候见脾胃。财富的数字再大，也不过是过眼云烟。真正的顶级资产，不是您账户里有多少个零，而是您拥有一副能在岁月长河中屹立不倒、经得起周期考验的好身板，是您在面对诱惑和危机时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从容与品格。这才是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护城河。如果您今天看完这期视频，觉得自己的生活也像裹了一层湿棉被，想要开始清理人生的坏账，不妨在评论区留下4个字：心如茯苓。这算是我们彼此之间定下的一个健康契约，也是一份互相陪伴的承诺。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请不要吝啬您的点赞和订阅。嘉诚养生道未来还会持续用最通透的智慧，为您拆解更多关于健康与人生的底层逻辑。更重要的是，如果您身边也有在三伏天贪图吹冷气、咳嗽反反复复的老伴、长辈或老友，请把这条视频转发到您的家族群里。也许您的这一个小小举动，就能帮他们避开一场健康的重大危机。好景时留伞，坏景时撑伞。这碗茯苓汤，您慢慢喝，别烫着。愿所有的老人家都能在这个夏天养好脾胃，底气十足。这里是为您拆解富人捐养生健康的嘉诚养生道，我们下期再见。